门窗一关就闷得头晕，冷气开整夜还睡不好，小心你可能在家里养了失眠元凶哦。大家好，我是花花，今天揭秘5种台湾花市100元有找的救命绿植，把闷臭变清香，卧室变氧吧，连电费都能省2成。1. 夏季必养，净化健康绿植。1. 虎尾兰，天然夜间制氧机。虎尾兰常年稳坐热销宝座，更有百万网友赠送了一个懒人救星的绰号给他。它的神奇之处在于夜晚悄悄劳动，用叶子吸收2氧化碳，然后释放氧气。释放氧气倒也不是那么稀奇，但可贵就可贵在它比普通植物的释放量高出30%。卧室里面摆2盆，相当于搬进来了一片森林，特别适合长期关窗，又有很多家用电器的家庭，比如夏季整天开空调。更让人惊喜的是，据台大研究实测，放入虎尾兰以后，仅需要7天，睡眠深度可以提升40%。它的厉害之处不但是体现在净化空气上面，养护上也让人有惊喜。就算是家里的光照不足，那么只要放在北阳台上，也可以茁壮成长。可能有的花友说，虎尾兰夏季养护一直很头疼，其实只要记住3懒，不但不会黄叶，还可能冒出像小钢炮一样的绿芽。第1懒，懒浇水，约15天一次。第2懒，懒移动，避免频繁换位。第3懒，懒施肥，高温期停肥。2. 常春藤，天然加湿器。常春藤，别看它安静地垂挂在角落，实际上是小空间里非常强悍的天然加湿器。它的叶片通过蒸腾作用，把水分源源不断地释放到空气中，实测下来，室内湿度能提升15%以上。特别是在空调开久了，空气干燥，喉咙发紧的时候，摆上一盆常春藤，空气湿润了，人也舒服了，堪称空调党的救星。不过它的厉害之处还不止加湿这么简单，常春藤还能悄悄过滤空气中的有害物质，包括苯、甲醛，甚至尼古丁这些危害健康的东西，都能被它一点点分解掉。更意外的是，它对潮湿环境下容易滋生的霉菌也有抑制作用。所以在像台湾、香港这类夏季闷湿、空气不流通的时候，把它放在阳台、客厅、厨房，不光是好看，更是实用。3. 茉莉花，安眠香氛湿。茉莉花可以说是台湾最有代表性的香花之一，常年稳稳占据建国花市招福盆栽区的热门榜单，尤其深受有涵养有气质的花友的喜爱。不只是因为它外形清新，更多是因为那股淡雅的花香，配上吉祥的寓意，家里一放，感觉低调中透着高雅的氛围。不过它的厉害之处还不止在这里，嘉义农事所的研究发现，茉莉花香气里含有的芳樟醇能够有效抑制焦虑脑波。简单来说，睡前2小时把它摆在阳台上，借着晚风把香气吹进屋子，入睡速度能提升53%，几乎相当于天然的安眠香氛湿。不过这里也要提醒一句，千万别把它关在密闭空调房里，香味积在空气里太久，不但帮不了你，反而容易让人头晕，得不偿失。正确的做法是让它在晚风里自然散发。而在养护上，它也有讲究，浇水最好挑在早上6点之前，只要看到土表发白，就要及时浇透。还有个有趣的小妙招，是台中花农传下来的。等到花谢了，别急着丢，剪下的枝条泡在水里7天左右，很容易就能生根，养好了还能送给邻居，既分享香气，也传递福气，让我们平凡的生活中增加了很多幸运和人情味。4. 薄荷，天然移动冷气。薄荷这种植物，不管你走进彰化田尾花市的哪个香草区，永远都是摆在最显眼的位置。3盆只要100块新台币，很多阿妈都笑着叫它厨房的冷气机。它厉害的地方，其实全藏在那一片片翠绿的叶子里，只要你轻轻一碰，薄荷醇的香气马上散发出来。这种天然的制冷剂在空气中蒸发时，能带走皮肤表面的热量，实测下来，体感能瞬间降3度左右。别看数字不大，在闷热的厨房里，感觉却像是吹了一阵凉风。不仅如此，高雄有位爱做菜的陈太太，夏天在窗边摆了5盆薄荷，煮饭的时候顺手摘几片，贴在额头上，比什么凉巾、冷风都提神，实在是生活里的小妙招。而且它不仅能降温，
还能赶蚊子。农委会药毒所的实验证明，薄荷的香味能把登革热的蚊虫驱散得更远，逃窜的范围比平常扩大了2米，等于你家天然多了一圈防蚊结界。至于养护方面也很简单，只要记住2不2要。第一，要在中午浇水，最好清晨6点左右灌根。第二，不要缺太阳，每天晒够3小时，叶子会更厚实。然后要记得定期掐顶芽，这样它才会分枝长得更茂盛。还要用透气的陶盆，避免闷根烂叶。5. 香龙血树自带空气滤网。香龙血树算是空气净化界被低估的高手，虽然名字不常见，但实力却不容小觑。它可是 NASA 认证的空气净化植物之一，叶片默默工作，把空气里的苯、甲醛、三氯乙烯这些看不见的污染物统统吸收掉，净化效率甚至比绿萝高出了30%。尤其是夏天，空气闷热又封闭的时候，香龙血树的作用就更加明显了。像厨房飘出来的油烟味、潮湿天衣柜里的霉味，甚至新家具散发的胶水味，它都能一点一点吸附掉，让家里不再有那股说不清的闷味、臭味，空气清爽的像开了窗一样，让人在里面待久了也不会头晕、疲倦，空气更清新，心情也会更轻松。有适合的，那么就有不适合的。下面就来说说不太适合夏季室内养护的绿植。2. 夏季容易挂掉的3种植物。虽然绿植让家里清爽又有生气，但有些植物夏天可真是惹不起，一不小心花没养好，心情还跟着糟了。1. 发财树，夏天的积水地雷。发财树平时看着挺耐养，可一到夏天，它最怕的就是闷热和湿气。特别是空调房里，环境一会儿凉一会儿热，盆土水分蒸发慢，根部很容易泡烂。等你发现叶子一片片掉落，枝干光秃秃的，基本上已经就不回来了。夏天要是还不懂控水，发财树可以说养一盆死一盆。2. 富贵竹，温差的受害者。富贵竹是出了名的皮实，但它也怕空调。夏天空调房白天热，晚上凉，昼夜温差大，水培的根茎就容易出问题，时间久了，茎干发软，叶尖发黄，养着养着，突然整枝枯掉了。只有放在有散光、常温稳定的地方，它才能安安稳稳度过夏天，不然就是慢性竹难。3. 文竹，外表清冷，内心脆弱。文竹长得优雅，一身仙气，但其实特别娇气。夏天湿度一低，空调一吹，它就先从叶子开始枯黄，接着枝条变干，最后可能整盆都没救。别看它外表清冷，内心脆弱得很，夏天完全不适合新手尝试，没做好湿度和温度管理，分分钟全军覆没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，喜欢家庭养花的，请点赞、关注并多多转发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次见。